9981难，108000里路。贞观13年，东土大唐玄奘法师历史西行，这一去便是14载寒暑，这一路踏碎了108000里霜雪，世人只知那是求取真经的通天大道，却不知这9981年难在阳正午，更难在人心难测。白虎岭上，枯骨化红颜，金箍棒下，本无冤魂，却换来紧箍咒气。师徒缘尽，恩断义绝。也就是在那时，天地间竟生出了2个齐天大圣，一般的神通广大，一般的桀骜不驯。上穷碧落下黄泉，无人能辨真伪。地府之中，神兽谛听，明明听出了真相，却伏地颤抖，不敢言说半字。直到灵山之上，金波照下，6耳猕猴灰飞烟灭。至少3界众生都是这么以为的。历经千山万水，终抵西天极乐，精神肃气，香火鼎盛。那段惊心动魄的过往，似乎都化作了此刻宝相庄严的圆满结局。佛号加身，位列西天，世人皆以为西游至此已是圆满结局。然而，故事并没有结束，而是刚刚开始。吵什么吵？姐，佛门修的是清心寡欲，我道门讲究顺其自然，孰高孰低，一目了然。顺其自然，贵道门炼丹，炼到炸了山头，也叫自然。佛门倚仗西天势大，处处压我道门一头。若非我佛慈悲，尔等早已。除生老病死皆有法则，凡尘疾苦，莫不因争强好胜而起。人间佛道共存数千年，自有因果，数次论战。无论是我佛教教义精深善术，还是道教法理更胜一筹，都不会影响未来依旧共存的局面。所以各位仙友莫伤了和气才是。大圣，大圣，你看我这眉毛，会个遮眉的障眼法，也要到处显摆。金蝉子师徒都出席法会，今日甚是圆满。不过说起来啊，谛听为何当年你辨不出真假美猴王？说不得，
今日一见，更说不得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和师兄们一起上早课。我可以学艺了。该学了，再不学就来不及了。我将教授你72变、长生不老术和筋斗云。嘿，竟是个有仙气的苗。小桃苗，你将来修成人形，这红线会长成眉毛，我就叫你红梅吧。我师父叫菩提祖师，他教我长生不老术、72变和筋斗云，这3样搁在一起教，俺老孙独一份。红梅，我教你师父的心法吧。这心法叫归元咒，能帮你聚集灵气，早日开灵智。记住，修行要心诚，不可心浮气躁。唉，我想师父了。大圣，等我修仙成功，我去找你师父来救你出去。小红梅，我随这位大唐来的师傅西天取经去了，取来真经，我就来助你一臂之力。斗战胜佛，别来无恙。战神二郎神，来我花果山，不知有何贵干？花果山仙桃，天下无二，特来求取。哼，好久不见，切磋切磋。
听说战神迷上一只红狐狸，今日这战斗力果然削减不少。温柔乡是英雄种啊！战神不要担了虚名，这小拇指都教哪家神仙削了？障眼法可骗不过我。去灌江口寻二郎神学艺。师傅，是那战神二郎神吗？正是。你与他根源相近，甚是有缘。他一身所学，可助你技艺精进。是。你与大圣孙悟空是何渊源？我曾是五指山下的一棵桃树，与大圣相伴500年。他说他削断了您右手的小指头。你所来何事？奉师命前来学艺。你学的是大圣上天入地倚仗的72变、长生术和筋斗云。正是。大圣果然出事了。何事惊慌？大多，越狱了！阿鼻地狱最危险的囚犯越狱，谁能解释？昨日阿难罗汉前来探望，离开后不久，狱卒发现大多已不见踪影。
为何执迷不悟？凭什么？凭什么你生来就该是佛，而我只能活在你的影子里？大多本是如来的堂兄弟，因嫉妒如来的成就，多次谋害如来，最终被如来亲手打入阿鼻地狱。阿鼻地狱不能完全压制大多的法力，他定是将神识依附到阿难罗汉身上离开地府，肉身再寻机离去，我等才无法察觉。想来也只能如此。我等不便声张，加派人手，秘密搜寻达多的下落，各殿阎罗加强防守。机会来了！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。佛祖饶命，我只是好奇，偷听了一下您的心思。善灵因能察理，知前后，这是你的傍身技。然而不闻人之非，好奇心过重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从今儿起，尸魔窟再也没有魔了。所有在西天路上的妖魔都会叫别人给收拾了。小佛拜见提婆达多，尊上佛。菩萨，佛祖有请。我去就来。你就叫金蝉子吧。
蟠桃园被毁，断了3界4海8荒，包括我西天僧众的长生路，而你体内蕴含天地精华。您要我？你将10世轮回，每世肉身都将滋养西天僧众，而他们要在蟠桃园的桃子重新长好前，维护4海8荒的安稳。你可借此赎清罪业。原来我是被猎食。我已非金蝉子，亦非唐僧，我是旃檀功德佛。大师兄自从成佛后就不待见我们了，师傅这儿就没见他来过。如今我和老沙都是菩萨，比不过大师兄的佛，看不上我们就罢了，总不至于成了佛后和师傅平起平坐了就看不上师傅吧？快别这样说大师兄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以前他总爱往我这儿凑，就爱挤兑我，现在怎么变了个人似的？大师兄也不是一直喜欢挤兑你，那是取经前期的事儿了。后来变了性子了，不是很少说你了。那猴子还能变性子？是啊，不仅变了性子，连本事都……老沙，你还记得不记得牛魔王变成了我的样子，把芭蕉扇从大师兄手里骗走的事儿？记得。我当时还奇怪呢，大师兄火眼金睛，与你朝夕相处，他能看不出来？他大闹天宫时和二郎神君斗法，无论神君如何万般变化，他都能一眼看穿。牛魔王的本事怎能和二郎神君比？二郎神君可是战神，他怎么连假八戒都看不出？你们师兄被牛魔王骗走芭蕉扇，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启禀师傅，是大师兄在佛祖那里一棒子打死六耳猕猴之后。对，老沙记得对，那六耳猕猴处处模仿大师兄，弄得3界没个神仙能辨得出，就连九幽之地的地藏王菩萨和南海观音菩萨都无可奈何。这万千世界也只有佛祖能辨得出。师傅，老沙，大师兄他叫人给换了，换成了六耳猕猴。我当时虽知他是个冒牌的，但连如来都能瞒过，可见他法力害人。我如何能说？取经大业完成，他又被封为斗战胜佛，我更不能说。我说了，岂不是质疑如来？那大师兄岂不往生了？那就要看大师兄死在什么兵器之下。大师兄何等神力，一般的兵器扶不住他。如果是他的金箍棒，那是9天玄铁，一棒子下去便是魂飞魄散，怎能往生？六耳猕猴那金箍棒定是假的，大师兄那棒子是太上老君冶炼的神铁，东海龙宫的定海神针，3界再大也不可能再来一根。
更不可能出现一根比定海神针更厉害的棒子了。大师兄一定往生投胎去了。不会，若是前往六道轮回，第10阎王殿定能知晓每个人的罪业和善业，在那里都先好毕现。齐天大圣堕入轮回，不可能在3界内无声无息。那师傅的意思，他有可能真的灰飞烟灭了。大师兄何等威猛，竟落得如此境地？佛祖又是何等神通，不也眼瞅着六耳猕猴李代桃僵？不管有多难，我一定要为悟空讨个说法。师傅，您今日怎的与往日有些不同？是啊，师傅，我也觉着您今日的气度有种说不上来的神采，像换了个人似的。放心吧，你们的师傅如假包换，没有谁能取而代之。你们的大师兄也不会就此冤死，为师一定会为他讨个说法。我功德佛一生只有你们3个徒弟，谁也别想在你们身上占得分毫便宜。谨听师傅差遣。老龙王，听大师兄说，你这儿有很多宝贝，今儿我和师弟来见识见识。我这儿宝贝确实不少，但2位见多识广，怎的看得上我这小小龙宫里的物件？龙王，您这是误会了。我们师兄弟前些日子谈论这3界最厉害的兵器，一致认为大师兄的金箍棒举世无双，天下第一。想来这么好的东西来自东海龙宫，所以我们才好奇您这儿会不会有更好的。但您放心，如今3界太平，喊打喊杀的事儿已不多见了。我们也用惯了自己的兵器，没有觊觎的心思，只是想长长见识。既然菩萨这么说了，我也实话实说。大圣当年来我龙宫讨要兵器，看中了定海神针。其实如果定海神针也不入他眼，他再闹腾，我还会带他去看另一件更了不得的宝贝。那件宝贝是共工怒触不周山，造成天地倾覆之时，尊神女娲娘娘一面炼制五彩石补天，一面用五彩石包裹玄铁，锻造撑天柱子。只是这柱子还未用上，赶来帮忙的尊神昊天就解决了天地倾覆的忧患。娘娘当时累极，这炼好的撑天柱子就从手中滑落至东海最深处。你们想想，尊神锻造出来的是不是了不得的宝贝？那这宝贝如今在哪儿？叫如来佛祖拿去了。如此说来，你们大师兄还有一线生机。撑天柱子为五彩石和玄铁所制，威力定不可小觑。比起金箍棒，也是绰绰有余。不过，你们的大师兄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，而那块石头正是女娲娘娘补天时遗留下来的五彩石，石性相通，命脉相连，总会有些生机。但现在，我也只是揣测。依你们此次东海之行所见，如来确实和六耳猕猴有些牵扯。至于有多深，我还需要进一步了解。
杨戬、红梅，你可知斗战胜佛的真实身份？禀菩萨，我们以为斗战胜佛并不是大圣，而是六耳猕猴。那你们可知悟空如今身在何处？杨戬不知，但我揣度大圣得到各方神尊庇佑，不会就这么轻易的叫一只野猴子给弄得灰飞烟灭。说的是，只不过就差那么一点，便要灰飞烟灭了。幸好佛祖手快，勾住了一丝魂魄，放入我这里，用三光神水养护着。只是不知为何，近日这魂魄越发虚弱，需要更适合的地方养护。红梅，你与大圣气息相投，根源相近，将大圣魂魄放入你身体养护最好不过，你可愿意？愿意，愿意，我愿意。红梅，你的功力进步神速。你身上的气息我很熟悉，你是仙桃修炼而成的。你是蟠桃园里的桃子时，我是你身上的虫子。怪不得五指山下你帮大圣接下六字真言后，靠在我身上休息，我当时就觉得浑身酸痒。上次随师傅参加地藏王菩萨举办的法会，见您时也是这种感觉。原来如此呀！不知功德佛何故至此？我为大徒弟悟空而来，有人匿名给我写了信，指点我来到这儿。我瞧着红梅，便知如今悟空被养护在他身体里，我放心了。前几日八戒和沙僧去查些事儿，发现花果山被设了结界，大圣的地盘被设了结界，那定是六耳猕猴所为，且待我查探一番。你带上我。你们是何人？竟敢擅闯花果山？这是六耳猕猴没错，没了大圣的火眼金睛，便瞧不出我二人的真身。我与父亲见这山中景致迷人，不觉来到此处，实在不知这花果山竟是有主的地盘，打扰了各位，罪过罪过。既是如此，你们速速离去。这是极厉害的神兽，那杀气只一眼便好像已摄取了我的魂魄。刚刚与你说话的年轻人，两眉间有颗红痣。两眉间红痣是他二郎神。二郎神会72般变化，我却没看出他的真身。他必定明白我不是那猴子，因为我没有真正的火眼金睛。尊上，我们的计划要提前。
师弟，你也是接到佛祖口谕来的？是的，如来近日忙碌，想来今日有重大事件宣布，我等便早早前来。你看，那是。佛祖怎地还不来？今日这宝殿怎地香喷喷的？二师兄，这香气怪好闻的，就是头有点晕乎乎的。斗战胜佛。一个位列35佛的斗战胜佛，竟然想占了如来的位置，取而代之。这西天的第一把交椅，是你一个小小的佛家能坐得住的吗？你还以为这西天是你2000多年前能闹腾的凌霄宝殿？哈哈哈哈！我何时闹腾过凌霄宝殿？六耳猕猴，我何时要坐如来的位置？提婆达多，弟子提婆达多拜见古佛。你如何从九幽之地出来的？我等竟然不知。出来些时日了，你等不知，是因为如来没告知你们。我与如来同生共长，他只是得道稍先，便处处压我一头，不顺他意，便是忤逆佛法。他囚禁我万年，我能出去，便是天意。达多，你所谓的不顺他意，是于佛法不许的私心，自是要惩戒一番。我稍有想法，便是私心。他对我打压，难道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？这不是私心，在场的哪一位不曾于某个时候有过私心？你作为未来佛，等着接如来之位，有点不耐烦了吧？唐僧他4人西天取经，你竟唆使手下设立小雷音寺，妄图取代大雷音寺，你没有私心？你明面上帮唐僧师徒降妖伏魔，却不断将妖怪收归己用。当年如来给你3个锅，紧箍用在那猴子身上，另2个你竟附注黑熊精、红孩儿，将他们带入南海归己所用。你且说说，有没有私心？在场的哪位菩萨不在意班位调整、供养多少、信徒几何？你等说说，这是不是私心？提婆达多尊佛与如来同生共长，地位尊崇，与如来无二，却被打压幽闭万年之久。如今天意让他复出，这位置我做不得，他做得不？六耳猕猴，你将佛祖如何了？佛祖如何？哈哈哈！六耳猕猴，你将这殿内的众位菩萨如何了？观音菩萨超脱六道，大神通，怎会不知我的所作所为？啊，是了，是我模仿的太像，让你没了提防。你现在再试试你的神通了。你们的疑惑，且待我慢慢的说与你们。我能取代孙悟空那猴子，是因为我就是如来豢养的。我本是一只普通猴子，
在绿叶林里逍遥快活。有一天，如来找到我，说我善灵音，能察理，知前后，万物皆明，是个有佛性的猴子。他把我带走了，让我居他禅房内，跟着坐禅悟道。后来我偷听了他的心声，他便将我投入到石魔窟里。石魔窟啊，里面的猴是上古神兽，专吃活物。我以为我必死无疑，但我活了下来。是如来大发慈悲？不是，他留我一命，是需要我随时替代正在西行路上取经的那猴子。为了能取代那猴子，他教我长生不老术72般变化，教我翻着筋斗上云朵。他又去东海找来撑天柱做我的武器。那一天，那只猴子又滥杀无辜，我终于派上了用场。我与他久战，不能与我分出胜败，四海八荒谁也分辨不出真假，于是一直闹到如来这里。那猴子够聪明，悟出了我是如来指派的，不过他会错了意，以为如来真要让我取代他，就变成只虫子，急忙往门外逃窜，被如来扣住。这个时机稍纵即逝，我立即使用法术金钵与仙人之穴，那猴子就被我变成了六耳猕猴的模样。我不等如来发话，抡起一棒子就把那猴子打得灰飞烟灭。如来行事一向居心叵测，隐忍不发，我取代那猴子的事儿，他迟早会知道。我若不先下手为强，我的下场必定就是生死道消。你们肯定好奇，这殿上如今的情形，我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我早在封佛后，就将各位禅房外的凤仙花换成了颠茄。这种野山茄长在石魔窟洞口，为魔气侵蚀，产生了剧毒。但谁会料到，长在墙角1000年的野果子会有剧毒？谁会刻意去看脚边普普通通的一丛野果子？今日凌晨，我用幻境骗得他们将颠茄采下，放入斋饭中食用。看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他们就没了威胁。如来如何中毒？他金刚不坏之身，唯一的漏洞便在提婆达多尊佛当年让他流血的脚趾伤疤上。我知道他每夜要坐在榻前草垫上打坐2个时辰，我便将击碎的鸡母猪汁液涂抹在如来割脚处。如来赤足，而脚心经脉通全身各处，鸡母猪汁液便通过他脚上的伤疤慢慢进入身体。这东西我几日方用1颗，对于如来这体格来说甚是微少，耗时1000年，终是起了作用。他此时怕是再也无力使用法术了。观音菩萨的坐骑金毛猴，便是我在石魔窟里结拜的兄弟。我在他的毛发上布了鸡母猪的汁液，他毛如盾甲，药汁对他无毒无害，但药汁会沾到菩萨衣襟上。菩萨整理衣襟时，手掌抚过之处，药气便会慢慢侵入。而各位尊佛座椅的扶手，我已涂上鸡母猪的汁液，此时你们的气力无以为继。六耳猕猴，你不读如此旷久，怎能料得我等必于今日宝殿之上毒发？只因我在大殿里加了一佐猛料，灵山处处有莲，大家习以为常，但就是他们偏偏能触发鸡母猪的毒性。那悟空何曾伤你，害你利用你？你要置他于死地。害死他的不是我，是如来。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这万年的修行，却连这么浅显的理儿都没理清，偏偏利用我去教训那猴子。
我当是谁？原来是二郎神君啊！这花果山的手下败将，竟跑到这儿替那猴子出头来了。六耳猕猴，你冒充齐天大圣，骗得四海八荒这些年，该当何罪？杨戬，还我儿性命来！那只孔雀妖是你的子女，她诞时婴儿，屠戮村落，并妄图加害于我。我替天行道，势在必行。你与我纠缠，无非报仇心切。我见你颇具佛性，怎能不明此中真谛？大圣，你看我这眉毛，会个遮眉的障眼法，也要到处显摆。这小子也会72变。
九尾妖狐。六耳猕猴，我且看你再能逞凶。不好，绿孔雀满身荼毒，只要伤及我的体肤，毒气必会顺血气而入肌里，运气便加速毒发。杨戬啊，杨戬，即便你是战神，碰上不要命的，你也只能是这样的下场。怪不得这仙童的眼神似曾相识，原来那猴子就养护在他体内，不是他在看我，是那猴子在看我。很好，很好，那就杀个痛快吧。棒，来！赤安老孙子棒！
真正的你，我输了。你我本一体，奈何执念深。若有来生，我再走此歧途。从今往后，3界之内只有斗战胜佛。西游攻城，劫波再起，真假悟空，灵山决战。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。六耳虽灭，其极致的执念与对力量的渴望是否就此烟消云散？当佛性、妖性与那丝丝缕缕被净化却未曾彻底磨灭的偏执交织，新生的斗战胜佛又将引领3界走向何方？